Hello， 大家好，我是彪哥。昨天店里新到了一批火腿，大家看一下，农家火腿就是像这个样子，没有一模一样的两条腿。像它的梅层就是有这种绿梅的，有青梅的，还有这种花白梅，甚至连这种梅都上不动的都有。包括它的肥瘦，像这种肥一点的，吃口肯定比较好，但是喜欢的人不多。像这种的又太瘦，吃起来口感不太好，因为它的油润不佳。那么今天我就准备把这批火腿里边我最看好的一条和最不中意的那一条同时打开，让大家看一下两条火腿到底有什么不同。其实在这些火腿里边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像这条的话也非常不错，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跟大家说的这个青梅火腿。这条火腿的话虽然说梅色稍微要绿一点点，但是大家看一下它的肉质还是比较绵软。如果火腿肉质绵软的话，盐味一般都会比较轻。其实之前跟大家说的，我们最喜欢的就是这种像这样的花白梅火腿，就是不但它的盐味适中，而且它的肉质也是非常的滋嫩。这个也就是我们这批火腿里边最中意的这一条花白梅火腿，不但腿型非常漂亮，而且它的肉质像下方出了一点点瑕疵之后，我们修开以后看到它的肉质是非常漂亮。最不中意的就是这一条，虽然说它的腿型真的是非常漂亮，它的上方也是比较大，下方比较小，而且整条火腿的话特别的瘦，只有1指的底标。但是这条火腿的话，它皮色粗糙，看一下，包括它的表面，大家看一下，虽然说是我们不谈梅不梅的问题，单看它的肉面特别的硬。经验里边像这样的火腿就是吃口很差，不但咸，而且它的肉质还特别的柴。但是像这条花白梅的火腿，虽然它的皮面被这种绿梅覆盖，但是露出来的皮面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它的清亮程度，包括它的肉质。它的肉质的话，虽然经过1年多接近2年的风干，它的表面非常硬，但是像软边这些地方我们还是明显的能够感觉到肉的绵软，所以像这样的火腿吃起来口感是非常好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把这2条火腿同时给它烧洗干净，然后切开里边的肉质，让大家做一个对比。好了，手洗干净，我们先把这条花白梅的火腿，把这个3炒骨给它去掉。看一下这条火腿，打开3炒骨以后，它的肉色红润，而且这个童子骨的头也是非常的鲜艳。我们再把另外一条的3炒骨也打开，让大家看一下。看一下，像这条火腿打开3炒骨以后，它的筒骨比上一条颜色就要深许多，而且它的肉色也是没有上一条那么红润。最关键的是盐分太重的火腿，它的肉质实在是太硬，不太适合我们平时的这种烹饪方式，也就是蒸煮炒炖。因为火腿实在太咸的话，谁也吃不了。之前看到一个朋友的评论说，彪哥能不能总结一下，为什么西班牙火腿可以直接生吃，而我们宣武火腿却需要做熟来食用？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地域的不同，饮食文化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其实在网络兴起之前，
我们宣威人对火腿生吃是没有概念的，也就是说不存在有生吃这一说。一般宣威火腿最佳食用时间就是发酵满1年以后，在1年到2年的时间是最佳的食用时间，所以盐分不宜过重。而宣威火腿一般个头偏大，不易风干，所以农家火腿一般都是这种肉质比较绵软。像这种肉质比较绵软的火腿，它就不适合生吃。就算是今天开的这条肉质偏硬的火腿，大家看一下，它的肉都不像我们之前开的那些3年火腿一样，就像熟的一样。像这一种火腿肉，它还比较生，所以也不适合生吃。而西班牙火腿一般个头普遍偏小，因为之前开过2条西班牙火腿，都是15、16斤这个样子。那么个头偏小的火腿，风干起来肯定更容易一些。而且一般西班牙火腿保存基本上都是2年、3年以上，而一条火腿能够保存多久，跟地理和气候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像我们宣威火腿之前也给大家开过一些2年、3年的火腿，那些火腿的话生吃也不亚于西班牙火腿，只不过宣威火腿个头偏大，盐味偏轻，并不是所有的火腿都能够存放3年甚至3年以上，所以造就了我们宣威人的饮食文化，对于火腿来说是以烹饪为主。好了，现在2条火腿我们全部修整干净，下边就是切开断面，让大家看一下，对比一下我们这个盐味偏重的火腿和这一条花白梅的火腿，我们认为盐味偏轻的火腿，看一下有什么区别。一般像这种盐味偏轻的火腿，它的个头都会比较饱满，而且它的肉质绵软，大家看到没有？而且大家看一下，油润特别好，这是我们今年新腿上市以来第一次切到自流油的火腿。下边再切开瘦的这一条，让大家看一下，也很漂亮。只不过像这样的肉质，它就会偏硬一点。像这样的火腿，你蒸煮炒炖出来，一个是咸，第二一个就是吃到嘴里边，它的火腿的肉质不是那么滋嫩。好了，切开断面以后，2条腿都非常漂亮，只不过更圆润饱满，也就是花白梅的这一条蒸煮炒炖不用过水，盐味刚刚好。但是另外这一条的话，因为肉质比较硬，其实肉质硬也就是说明它盐味重，所以像这条火腿的话更适合煲汤。好了，我们这一期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有什么不懂或者需要问的，还是在评论区下方留言。观众朋友，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